如此珍贵，为何给我？我母亲偷走了月姨的身份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偷来的。你既是月姨的亲生女儿，自然有资格看的。此书并非真正的龙王令，而是一种记载龙王令的指南。它记载了上古时期五经的祖先与龙族作战联姻的点滴。至于为何龙族要与五经圣女联姻，还有龙王令的秘密，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。风雨雷电，万物之主，如鱼水中游弋，似鸟天空飞翔，人一样在陆地行走。龙是万兽之兽，万能之兽，万能之神。龙帝是圣地圣主，长界五经、异界妖兽都要对龙帝俯首称臣。五经圣女生而神灵，察微知运。异界妖魔入侵长界人族，圣女身穿战袍金甲，玉带凤冠加身，手持冰封神剑，驾龙族抵御妖魔，英勇霹雳。五经圣女与龙族签订血契，是五经圣女血脉强大的原因。若龙族娶五经圣女血脉女子为妻，生下人族与龙族之子，生命力强大，会不遗余力地保护母体。怀龙寺最明显的特征是小腹肚脐之下会显现铜钱大小的红色龙纹。姐姐，这上面说龙族龙蛋要怀3年6个月呢，那这生出来的是龙还是人呢？不知道，这上面没有写。少主还不知道小宝宝的事情。混宝，此事万万不可跟任何人说。为什么？姐姐，事实证明你就是他们说的五经圣女，是黎洛抢走了你的一切。你现在又怀有龙宝宝，大家一定相信你的身份，你就可以夺回属于你的一切了。哦，整天跟着飞渊玩，好的不学，遇到事情先蛮干，倒是学了10成10。才没有呢，只是因为黎洛他们，姐姐和少主不能每天在一起，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走神，我看着都着急。傻混宝，我现在日日身处险境，更不能让此事暴露，让龙子成为我的弱点，让他们肆意妄为。是我考虑的不仔细。其实，在我见到母亲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五经圣女。可是人们常常说，五经圣女与龙族联姻，圣地崩开的结界就可以恢复。可是为何我与楚墨商早是心意相通的夫妻，圣地的结界却依然在崩坏？这本书上记载的东西是假的？也许还有其他的含义。我们得去找少城主，商议其中内容。现在我与我娘已经相认，我们得赶紧帮我娘带出无尽城，不被黎洛和李月发现。好。凤芷楼，你可真是让我好找。你找我做什么？凤二小姐，对我们龙族这么感兴趣，为什么不来问我？看这本破书有什么用？有什么回答能比一条真正的龙回答得更真实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兄长的妻子，我也不见外了。送你一份见面礼，还请收下。我不要你的东西。楚墨少现在怎么样？对我们龙族来说，最高境界是成为龙帝。每个龙子从出生起，都会为这个目标不懈努力。大哥生来幸运，依仗长子优势成为龙帝继承人。不过好在，现在黎洛拥有五经圣女血脉。
是成为龙帝的必要条件，而你的出现，却让大哥在凤家庄被连累淘汰，真是干得漂亮。哼，你俩虽为兄弟，却一点也不一样。他可不像你这般，自己无能，却怪罪到别人身上。凤之龙，你就继续嘴硬，反正你离死也不远了。对了，我们龙族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龙鳞，你可别辜负我哥的一番心意。姐姐，这上面有烧煮的味道，这是烧煮的龙鳞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床上出事了，我们赶紧回去。混宝，遇到危险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吧？当然保护姐姐。听姐姐的话，拿着这个去找李岩，他可以保护好你，也可以保护好我娘在五京城的安危。姐姐，那你怎么办？姐姐有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能力，但是如果带上你，他们一定会拿你来要挟我。你，还有我娘，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家人。风之楼，姐姐，快走！真是冤家路窄，这一次，你又想逃去哪儿？让开！你吃的教训还不够多吗？没有龙长子在你身边，你算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敢跟我大声叫嚷！我肯定不能算玩意儿，但你肯定不是个东西。今日，就是你在这五京城的死期！你竟然会吸真气！不然，你以为我是凭借什么在这五京城？装腔作势！看你还能抵抗多久！是我的孩子在保护我。怎么会有火风之火？这世上只有战神体质才配有火风之火。谁说我不是战神体质？小鱼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迎亲大典上，我告诉世人真相，我也会身败名裂。少城主的位置本就不属于我，是我太软弱了。我应该早点制止母亲和李洛，那么你就不会死了。你很好，如果不是你这些年苦撑着五京，在城主和郡主的荒淫无度下，五京怕是早已分崩离析。李烨，李烨，混宝。
不要命的冲破了圣地禁制，真是可笑。回去告诉圣地，五金圣女说了，如果迎亲大典上龙长子不来，那么哪位龙子来，哪位就是最后的龙帝。期望越大，失望就会越大。我大哥抛弃了你，你现在应该知道选谁了吧？楚墨山和凤纸楼还没死，你急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会找到他们，我会带着礼物去见你，到时候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我看就是心疼自己妹妹，舍不得自己少城主的位置。我现在过去把黎洛给咬死，这样的话大家都省心。混宝，你杀了黎洛，就等于杀了五金圣女。就算她是假的，龙帝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哪怕解释黎洛和我母亲的事情，他们也只会当成我们在为凤纸楼和龙长子开脱责任。五金圣女，五金圣女到底是什么？难道那些异界妖魔真的会害怕黎洛这样自私的蛇蝎啊？是啊，混宝，凤纸楼才是真正的五金圣女。那么她与龙族联姻，又代表什么？连龙族和人族都想不明白的问题，你问蛇啊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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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蛇，我咬你一口，你肯定会中毒的。我天生有毒，这可不能怪我。小鱼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赶紧出来救救他！小玉，真的是你吗？小鱼当时有多危险啊！要不是我姐姐医术了得，将小鱼救了回来，以假死的方式安排他逃脱城主和黎洛的掌控，你小子现在会有这般美事儿？姐姐什么都安排好，不知道她自己怎么样了。他们3日之后怎么回来？你现在没了龙珠，岂不是任人鱼肉？放心，我会尽快向父王讨回龙珠。可是你放弃的，那是龙帝之位，你会不会后悔？我追求的从来不是龙帝之位。我现在已经有了以往不敢设想的珍贵宝藏。是我疏忽了，我忘了龙族不需要吃人类五谷，而是靠吸收天地灵气。再接下来，从我们同房开始，你就已经不思饮食了。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心情不好，所以没了食欲。我从龙王令的书上看到，自龙子怀胎，他就会一直吸收我体内的养分，直到出生。楚墨少，你说我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只能跟你做3年半的短命夫妻？怀孕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天地灵气我会给你，但是这个圣地印记的空间坚持不了多久，孽容者随时可能会摧毁这里，到时我们2个都得死。那怎么办？
记住我接下来说的话。那好的，回楚斋，保护好自己和孩子。放心，我会回去找你。上，圣地印记的结晶。 你还真是心机深沉，善于隐忍。第一次你阳毒失败，第二次利用我与楚墨商之间的羁绊，引他失去龙珠，也要从圣地回到我身边。你还真把自己当长嫂来教训我，连说话的语气都跟我大哥越来越像了。你如此大动干戈，不就是想借这次机会解决掉我？哼，是。 你一日不死，我永远是父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至于他，就更留不得了，竟然还怀有我们龙族的血脉，看来真是又多了个麻烦。那好，护心令，去楚斋，我会去找你。你务必小心，一定要来找我。 楚墨商，我看你是被秦心爱冲昏了头，竟然不要命的拔掉护心灵，你今日死定了！怎么站在外面？你还怀着身孕？走，进屋子里。我特意托人从五境带回的糕点，吃点甜的，心里就不苦了。真甜。自打和你相识以来，你总是不让人省心，处处惹麻烦，脾气又倔，总是得罪人。你也不要怪我父王，他实在是没有法子了。娶了我这样的人，让夫君费心了，让你在家里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为难你了。好在我能帮你打开慧根，助你午休。娘子聪慧，不喜他人教条，吃了亏长了教训，办事做事也渐渐沉稳。楚墨商，我知道你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们和孩子还有未来，对吗？等这件事过去，父王就会明白我为何要娶你。至于孩子，品性随你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只是要教他不要像我这样板正，总归是太累了。楚墨商，我不喜欢你说的那些话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聂柔之已经解决掉了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还在梦里。
楚梦莎，你如果没有了龙珠，你就会受制于聂荣芷。他一旦当上了龙帝，他绝对不会允许有你的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也是我技不如人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芷楼，我们的责任从来不是成为龙帝龙后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知道，我们一直都是心意相通的。我在来之前，也跟婚宝说过同样的话。你要守护家人，甚至凤家庄，但不一定要成为五经圣女。我要守护圣地，也不一定要成为龙帝。我是龙神，万年守女。我对这世间每一寸土地和生灵都充满情感。守护我所珍视的一切，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。可是我会让你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走。芷楼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没有你，我不会解阳毒，也不会活下去。但我娶你，不是为了报恩，是责任，是情不知所起，是本能，是天性的吸引。姐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婚宝，你现在跟我走，少主和凤芷楼他们出事了。走。抱歉，以后你要一个人走下去了。但是我的护心灵会一直保护你。不要，我不要一个人。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快醒醒！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发生了什么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楚梦莎呢？你晕倒在大门口，是我们将你带到此处。凤儿小姐，你手里拿的是少主的护心灵。楚梦莎，楚梦莎，你醒醒！只是暂时维系住了少主的性命，但他伤得太重，五脏俱损，已丧失意识。没有龙珠为他恢复，少主很难坚持太久。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，怕是无力回天了。什么无力回天？就是医术不精罢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龙族圣地的少主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我们没能保护好少主，我们愧对于你。我怎么就是只鸟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少主，会出差。少主或许已经预见了自己的下场，提前拔了自己仅有的一片护心灵给你，用幻境阻止你发现真相。万年来，少主背负着圣地龙族的生命，他总是一个人辗转各地治灾斩魔，从未抱怨过。为了防止自己陷入险境，少主将自己的逆灵化作了圣地印记，里面有他一部分的龙神之力。
可现在印记莫名到了你的手上，你也感受到了。每当你陷入险境，少主的神力都会保护你。如果龙珠还在少主体内，也许能帮他慢慢恢复圣势。但龙珠被圣主夺走，要挟少主放弃你，与黎洛成婚。没了逆鳞，没了护心灵，少主又与聂荣芷大战，耗尽了最后一丝神力，神魂溃散。如今，就算龙珠回到少主体内，也很难唤醒他。他只剩下一副躯壳了。你怎么样？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少主如今身负重伤，若是聂荣芷成为龙帝，圣帝和长剑会怎么样？楚墨生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你给我的圣帝印记玉佩、护心灵是如此的珍贵。原来，他们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消散，我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，我都要把它们慢慢拼起来。我一定要你恢复如初。少主的神魂，少主的神魂寄宿在护心灵上，怪不得我刚才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我梦到他好端端的在我的面前，那也不是完全的梦，是他的神魂一直都陪着我。龙族此生只会将护心灵交给最爱的人，因为护心灵下面是龙珠，保护龙珠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。少主将护心灵交给你是他的选择，他一定觉得你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我想少主无怨无悔。即便是把护心灵还给少主肉身，没有龙珠护体来恢复龙神之力，他的生依旧是无力回天。龙珠可以救他，你们立刻回圣地。万万不可！少主是宁愿放弃龙珠龙帝之位来到你身边。飞远、白鹿，我风之龙再次请求二位立刻回到圣地，禀报龙帝，楚墨裳之所以要坚持与我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已怀有龙子。若我只是人族普通女子，3年之后，我将龙子产下，我必定无法活下去。无论他们相信与否，我就是5境圣女的血脉。龙子，这是上天的恩赐，龙族和龙族的联姻都很难再降生龙子。我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混宝在外边，给您做了隐身结界，您如果要出去，请务必小心。你们快去快回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。我们定将龙珠带回。楚墨裳，你说圣地的人会相信我们吗？父，这一次我真的不想再包容哥哥了。他为了见凤芷楼，不惜闯开你设下的禁制。我本来在长街想劝哥哥回圣地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联手凤芷楼，用圣地印记将我重伤致死。那少主今在何处呢？应是和凤芷楼在一起。简直是色令智昏！我等原本等着商少主回心转意，等来的却是他背弃我们。这凤芷楼到底是何许人呢？竟然能挑拨龙族2个龙子决裂，简直是恶毒至极，就是恶魔的化身。圣主，为了避免少主执念于凤芷楼，我们曾到长界见过凤芷楼。凤芷楼只是人族凤家庄的庶出2小姐，在遇到少主前没慧根，不能午休。她与圣地印记结契，因极阴之体能解阳毒，才和少主有这份姻缘。若论资质和品性的话，虽是长界之人，但确实比黎洛郡主更适合少主成为龙后。圣主，事情并非只少主所说，
只少主与商少主对决，如今商少主失去龙角，又没有龙珠恢复，现在五脏俱损，所以没能回到圣地。而且少主即便没有龙珠，也要打破禁制前往长界，是因为感应到凤豸楼和他腹中的龙子有危险。什么？白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刚才说凤豸楼腹中有龙子？圣主，千真万确，时隔1000年，你要有龙孙了。商，平日里想着他做的事，看上去无欲无求，突然间开窍了，怎么突然开窍了？哎，长老，快占卜我的龙孙如何？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圣主，人族寻常女子怎么可能轻易怀上龙子？商少主之前所说句句属实啊！黎洛郡主她不是五经圣女，凤豸楼才是。飞渊，莫要混淆视听，人族普通女子也可怀上龙子，只不过在出生时，母子都有可能丧命。在龙子出生之前，一切还未可知。圣主，此事商少主性命攸关，求圣帝网开一面，救救商少主和他的龙子啊！属下愿意赌上性命，为少主和凤豸楼求情。圣主，即便你对凤豸楼有诸多不满，但少主和龙子不该滞留在长界。我们随你们去趟长界。无论如何，让商回来，我要听他解释这一切。跟我过来，他们肯定在那边，一定要把人给我抓到！快点，跟着！你们俩走那边。是。走，快！没有。走仔细了。是。没有。这边也没有。没有。搜，务必找到月娘和凤豸楼，以及龙长子的行踪，我们必定逃不远。我可是900年的妖兽，我亲自做的结界，岂能被你们这群庸人轻易发现？哼！姐姐和少主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啊！冲上，我和孩子都很需要你，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。你打算要我记你一辈子吗？我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你的圣地印记，你的护心铃，你的冰封剑，你所有的一切，如果你死了，我就把它们统统丢掉，我绝对不会留着的。如果飞渊和白鹿带不回你的龙珠，我就在这里。我就在你身边，我就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我们孩子降临，我就以生死的方式，我就把这个破印记摘下来还给你。一定要醒过来，你可是龙神大人，天下苍生还需你庇佑。
芷楼，你现在见到的是我的神魂，护心莲里有我的神魂碎片，我才能幻化出来。但是，我也只能陪你片刻。楚墨生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把所有珍贵的东西，你都给了我。自我降生以来，我耳边就只有一个声音：作为龙族太子、圣地少主、龙帝继承人，我必须要变得更强大。只有我变得无比强大，我才能守护圣地和长界。这也成了刻在我骨血里的使命。为此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、抛弃过、质疑过，直到遇见你。说来也可笑，在人们心中高高在上、无所不能的龙神大人，也是一个会被亲人背刺、会被阳毒折磨、会让父亲失望的可怜虫。但也正是这些软弱痛苦的时刻，让我感受到我真实的活着。谢谢你，芷楼，是你让我知道，我可以守护天下，但唯独守护不了自己。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我做的所有事情，都是为了护你安危，带上孩子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两个只能活下来一个，我希望是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护心莲留给了你。这样看自己，还真是有点奇怪。就算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想点开心的事情吧。我计划着把一切事情都解决完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回到凤家庄。如果你想把孩子带回圣地，你不要对他太过严厉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像你一样，在凤家庄自由野蛮的生长。比起龙子，我更希望是龙女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圣地让他开出不一样的花。楚墨生，你说龙死以后会变成什么？龙死了以后，一切都会反璞天地。人族的生命短暂，到最后是黄土一跑。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会在很近很近的地方再次相遇。你说呢？心间门，如今好吗？一别后12年，只剩下牵挂。还是山盟，等待中崩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手法，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。小玉医术师承储医馆，可以配得上司药局掌事的位置。我记得五京城有此技艺的，也就只有储医馆了。他是个老顽固，只说要把他的医术传给他认可的弟子。他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我想芷楼了，我
想这样每天抱着他。下次见面，你就可以这样抱着他了。小鱼，时辰快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最近一直没有听到芷楼来，你们告诉我，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月姨，芷楼与龙长子情投意合，但因我妹妹黎洛与他有婚约在前，龙长子为了跟芷楼在一起，放弃了龙神之力和龙珠，最近又惨遭暗害。现在我们也在等他们回来。你们知道黎洛为何能成为五经圣女了？我和芷楼就是五经圣女的后代。凤家庄是五经圣女的故乡，奈何你母亲从中万般谋算，芷楼与龙族少主能在凤家庄结缘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他们是天作之合。对不起，月姨。不怪你，月英没事。芷楼与龙族少主之间，万般皆是命数，所有的考验都是必将经历的劫难，只有渡劫，才能重获新生。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，才能庇佑他。以前我是被母亲的身份迷了心，瞎了眼。我怎么可能会有黎洛那样的女儿？给小鱼添麻烦了。小鱼，你愿意照顾我，我心里十分感动。虽然我看不清你，但我能感受到你一直在我身边。谢谢你，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小鱼，少主的气息越来越弱了，我看到他们又进了苍龙阁。少主若是神陨在苍龙阁，姐姐没有了龙神之力，将会被困在苍龙阁之中，再也出不来了。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混宝，你别慌，龙王令上有记载，上古时期五经圣女遇到生命危险时，人们将圣女传送回来的办法。龙王令说，能将五经圣女传送到五经城任何一处的圣女祭坛。这么说，我们可以将姐姐和少主召唤回来。五经城的圣女祭坛就在战神殿。你跟小鱼拿着我的腰牌和树，趁无人再去。放心，我会拖住黎洛和我母亲他们。走吧。混账！如果我喝这些没用的补药管用，我用得着喝月娘的血吗？月娘呢？凤芷楼呢？人都抓到了吗？他和圣地少主现在在城外，明天之前绝对不可能回来。事情没发生之前，谁都不可能说绝对2个字。如果凤芷楼回来了呢？龙长子没回来呢？龙长子回来了，他会心甘情愿带你去圣地？哼，到底是我的好母亲，你都能想到的，我会想不到。回来！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想什么，跟你没有关系了。至于这药这么金贵，之所以给你喝，只是不想让你死在我去圣地之前。你回来！
你瞧，即便你取得了前往圣地的资格，在别人眼中，你还是被楚墨商给抛弃了。他为了凤轾楼，还是不要命的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楚墨商到死都不愿意选我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把他杀了？这是我的礼物，五经圣女只能是我的妻子。好啊，等我成了龙后，我要杀了凤轾楼，灭了凤家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再加个楚墨商就更好了。无论是龙帝之位，还是五经圣女，都是我的，也只能属于我。因为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写下战功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果然是一类人。雷焰这个时候还是管用的，幸亏有他的腰牌开路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。五经圣女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我就说龙王力是骗子，说的都是骗人的。要是姐姐和少主出事了，我先把那两个巫婆娘给吃了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。五经圣女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刚看到姐姐的影子了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凤二小姐，我们带着圣地的黑白圣使来了。姐姐又别说了，神去哪儿了？神去哪儿了？按照你们所说，如此重伤的龙长子，即便将龙珠归还，恐怕也难以恢复了。你个老东西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少主没有龙珠没法恢复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！少主逆鳞化作圣地印记，他人无法触碰。帮少主防御治愈着被攻击的伤害。但圣地印记到了凤轾楼手中便无法取下，少主又不愿杀凤轾楼，只能以龙珠治愈伤害。少主如今神魂在护心林内，但还在凤轾楼手中。现在他没了踪影，如何疗愈？在失去护心林那刻，少主怕是早已存了必死之心，没想着自己龙珠能回来。够了！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少主都快要死了，我们如何对得起少主和凤儿小姐的嘱托？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。我们想要的是保住圣地和长界，不让魔族入侵。既然已成定局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将五经圣女战袍送到五经城，尽快完成五经圣女与龙族的联姻。只是联姻的龙子只能换人了。那少主的龙珠留下来也是无用，还是带回去交给龙帝吧。你们在圣地高高在上活了万年，不是冷心冷面，而是没有心。龙珠必须留下，龙珠必须留下。如果少主殒命反噬天地，我和白鹿会把龙珠带回圣地。现
现在哪怕有一丝生机，谁都不能把龙珠带走。飞燕，你不要命了！把龙珠留下！飞燕。龙珠可以留下。既然你们愿意等待神迹，那就在此处等候吧。记住，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。圣地与五经联姻大事，你们2人必须回来帮忙一起操持。飞燕，少主真的没救了。不，一定有办法。我们从进门就没有见过风之楼，他不会轻易带少主离开。如果有一线生机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飞燕，你最近真是意外的可靠。少主平时那么可靠，我迷糊一点也很正常。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圣主，带我们去查看少主的情况时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少主回天乏术啊！来，我的长子，父王，龙族的继承者，若圣地结界崩坏，你需到长界找到龙王令，迎娶五经圣女的后人为龙后，才能修复结界，拯救龙族与人族啊！必不辱使命。上这孩子生来背负太多，但从未跟我要过什么，只是在迎娶五经圣女这件事情上，第一次忤逆我，所以我才取出他的龙珠作为惩戒，但我从未放弃过他，因为他是我心中最合适的龙帝人选。圣主，大错已经酿成，我们该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准备。你们带着五经圣女的战衣前往五经城，只说龙族将换次子来联姻，待迎亲五经圣女到圣地，我会将龙帝的位置传给芷，让他们成为新任的龙帝和龙后。结界崩坏越发严重，你这是又去了何处？真是难得，父王竟然开始关心我的去处了。我，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你哥哥即将神陨？难道你没有半点愧疚吗？愧疚？我为什么要愧疚？明明是哥哥放弃了龙帝之位，是他不务正业，昏庸懦弱，而你呢，父王？你冷酷无情，夺走了哥哥的龙珠，难道你就不知道龙珠对我们龙族的重要性吗？你与哥哥造成的这一切，你们都不愧疚，为什么我要愧疚？你这个孽畜，竟然如此冷漠！冷漠？冷漠不好吗？身为龙族肩负重任，就应该摒弃那些无用的性情。父王，平日里你满心满眼都是哥哥，哪怕他一次又一次的忤逆你，你都不在乎。而我呢？我永远站在你的身边，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一次。放肆！怎可如此态度？我与父王讲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整个龙族的重任都交到了我的手上，只有我
才能成为龙帝，只有我才能迎娶五经圣女。上经历过的事、做过的事，你没经历过，你未必做得到。父王，你还有得选吗？我就是你的唯一，你没得选。对，这一切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。收拾一下你这不成体统的样子，去五京城战神殿吧。聂荣芷必不负重托。这里是五京战神殿，我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在凤家庄，你是一个人，现在有很多人在等着你，你就是他们选出来的五星圣女。即使有人可以事先伪装成圣女，却也无法被龙王令的古籍召唤。原来龙王令上早就记载了如何验证真正的五星圣女。这是什么？上古龙神和五境圣女。楚墨伤，若这是最后的时光，我希望未来想到此刻，不会留有任何遗憾。我既有缘被我的同伴召唤回来，我凤芷楼在上古龙神与五经圣女的见证下，在此立下誓言：我与楚墨伤，无论他未来是生是死，我与他生死相依，荣辱与共，此之不渝。我龙族楚墨伤，向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起誓，此生守护凤芷楼，不分你我，彼此尊重，矢志不渝，生死与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楚墨伤，你回来了。是上古龙神把他的龙神之力传给了我。原来上古龙神与五经圣女都知道，我们之间早已不需要任何契约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是少主的机器，他一定想到自救的办法了。走。异界魔族，休想伤我同类！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很想和你一样，再活千年万年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，守护我们所珍视的一切。人族寿命有限，但我们子子孙孙会替我们守护长界和圣地，守护天下苍生。所有龙族听令，圣地与长界再遇劫难，龙族唯有找到如五经圣女这般品性的人族，彼此信任，并肩作战，方能度过天下苍生之劫。原来上古龙神和最初的五经圣女，不仅是战友、挚友，还是爱人。所以上古龙神与五经圣女之间，不仅仅是联姻，才可以拯救苍生。所以芷楼，你就是我真正的五经圣女，是你让我找到了龙族真正的龙王令。
李艳，姐姐被我们召唤而来，可我们被挡在门外，姐姐还在里面。看来我们只能在此处拖延时间了。凤纸楼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在哪？哼，也是。你们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今日聂荣芷就要给我送来五金圣女的战袍，为我加冕。龙次子旨，为五金圣女黎洛送来战袍。凤纸楼，哥哥，你不会以为现在出现在这里，能改变些什么吧？你就这么怕出现什么意外吗？哥哥真是每次出现，都让人意外惊喜啊！恭喜少主平安度过生死大关，真是太好了！圣主在圣地知道的话，定会欣慰不已。少主，我等原是奉龙帝圣主之命，将战神金丝锦袍送到五京，明日举行迎亲大典，让龙次子旨迎黎洛郡主到圣地。你竟然今日平安归来，那么这迎亲之人，白衣圣使，现在与五清圣女联姻的人是我，难不成你想擅自做主，换人不成？和五京圣女联姻的人，始终都是龙长子。换做你的原因，不正是因为龙长子出事了吗？好，好，我想你们误会了什么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娶黎洛，也会阻止圣帝和黎洛郡主联姻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聂荣芷抢什么东西，而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龙王令真正的意义。龙族和五京圣女，并不是要靠联姻才能拯救圣地崩坏。少主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回圣地跟圣主说。有关迎娶五京圣女的事情，我们必须今日给五京一个交代。这就是五京圣女天下独一无二的战袍，请五京城妥善收好。五京圣女独一无二的战袍，那么如果冒牌货穿上，又会如何？哼，区区战袍而已，还能改变我五京圣女的事实？传令下去，重兵看守五京圣女的战袍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可入内，不得有任何闪失。遵命。五京圣女战袍交接完毕，静候明日大典。我们在圣地静候您归来。
姐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姐姐。我们都没事，好啦。芷楼，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，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了。嗯。少城主费心了，我的妻子，我会照顾好的。 少主，你误会了，我对芷楼一直都是钦佩之情。是的，少主。你哥哥好像并不。 郡主，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龙子止，就必须跟他统一战线。我们现在唯有阻止少城主和凤芷楼他们破坏迎亲大典。至于龙子商，龙子止定会解决，我们无从干涉，也无力干涉。杀了，杀了，全部都给我杀了！哎呀，郡主啊，稍安勿躁啊，莫要自乱了阵脚啊！你也给我闭嘴！ 锈迹斑驳的剑刺破了晚霞。就送你到这儿，我会很快从圣地回来。放心，这次没人再能伤我。醉了一刹那，梦中梦见远去的他。如果瞬息颠倒，日月都阴哑，风乍起抖落一束飞花。你眼眸的方寸倒映着谁的芳华？如果变幻莫测，不辨真与假，相思会在我眉间刻画。抓不住的流沙，你转身奔赴天涯。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 商，你平安回来就是为了和我说你亲眼见到了龙王令的真相，而凤芷楼才是真正的五经圣女。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凤芷楼到底对你使用了什么妖术，让你心甘情愿配合他演戏假死，博得父王的原谅，让父王同意你们的婚事？我办事从来光明磊落，不屑于使用什么阴谋诡计。父王连这都不再相信。 我们只管见证真相。好，但你说凤芷楼是五经圣女，那为什么圣地结界还在崩坏呢？你不要胡搅蛮缠。龙王令的意义从来不是靠一场联姻就可以拯救圣地结界。你这样排斥我和凤芷楼，是怕在迎亲大典上，上古龙神不认可你吗？上古龙神不认可我，还是你们不认可？黎洛郡主已经验证为五经圣女，她选择了我。 同样是拯救圣地，那为什么偏偏我就不行？你已经选择了凤芷楼，放弃了龙帝之位，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？既然如此，
明日在五京城战神殿的迎亲大典上，黎洛与芷的迎亲仪式照样进行。我同意你和凤芷楼的婚事，但不要打扰龙王令的完成。好，但我要求明日我和芷楼到场观礼。随时欢迎。父王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愿意妥协，不是为了和芷楼在一起。我们两个的事情，从来都是自己的选择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圣帝会为自己的愚昧和自负付出代价。少城主，你真的已经决定要在明日的迎亲大典上揭发黎洛和李月的诡计吗？明日我会以城主的身份出席迎亲大典，向母亲、圣帝、全天下交出我的母亲黎洛以及我的罪己诏。可是罪己诏也会让你失去一切。我已经拥有最珍贵的东西了，等这一切结束，城主之位就会回到你身上。芷楼，我们能拥有你这样的圣女，就算有魔族入侵，各族也会在你的带领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。我从小在凤家庄，只是个人人喊打的废物，从未想过什么五经圣女、城主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来到五京城，早日出人头地。可是当我真正站在这里时，我才发现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虚无。我现在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意义，与爱人并肩作战，守护天下苍生，才是我唯一祈愿，与我身份无关。五京城能有你这样深明大义、爱民如子的城主，才是最正确的。姐姐，姐姐。难道不该吗？我们孤儿寡母，如何一步步走到如今，你是再清楚不过。这些本来就属于我们，他们凭什么想坐享其成？母亲，分明是你抢走了别人的一切。李烨，我是你娘，我给了你一切，包括你现在少城主的身份。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。五京百姓认可的，从来都不是一个拥有五京圣女血脉的城主，他们只是畏惧，他们更需要一个给他们带来更好生活的城主。母亲，杀了这个逆子，你若今天不杀他，明天他就会杀我们的。来人，将黎洛郡主给我拿下！李烨，你个混蛋！给我把黎洛郡主放了，她是五京圣女，即便你们明天把罪状公布出去，也没人敢相信。我是下任城主，这些兵都听我的。母亲您老了，该休息了。但黎洛做错了事，伤了人，我关他合情合理。把他给我押回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放他出来。是。走。李烨，黎洛是你妹妹，她是五京圣女，你不能这么对她。李烨。就算你不说，
我也能找到我娘。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屈服吗？来找你的人不是我。李洛，你知道的，我真的会大义灭亲。说吧，你们把月仪藏哪儿了？哥哥，我从小就被告知一定要成为龙后，我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难道从小到大，你对我的宠爱都是假的吗？你妹妹就是用这样的声音，当初骗过我娘的吗？凤芝楼，你总是这么自私。我原本不相信，小时候我总抱着你对母亲说，我的妹妹将来会成为武京最棒的圣女。你联合外人对付我，凤芷楼不过就是用了美人计，让楚小玉到你身边勾引你，你就被离间了。你听着他们的话，自毁前程，要坏我的好事吗？只可惜，你长大了，也变了。你变得容不得别人说你，变得只会指责别人。所有人都有错，唯独你没有。就连我这个你曾经最喜欢的哥哥，你也看不到半分的好了。为了成为武京圣女，我明明都已经那么努力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抢走我这辈子唯一的目标？这就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。我们走吧。他说不出任何关于我娘的事情。不出1个时辰，我就会从这里走出去。凤芷楼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娘是我娘的手下败将，你也会是。你嫁给楚墨裳又如何？我才是最后的龙后。龙后，武京圣女，这样的词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是可笑。你若是将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，那你被蹬掉的那一天，你将什么都不是。走吧。李月，你到底把我娘藏哪儿了？哼，这就是武京圣女求人的态度。哦，不对，你现在还不是武京圣女，我的女儿才是。李嫣还是心太软，如果我是她，决定站在你这边的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杀了我和黎洛。我只要带着我娘离开武京城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圣地，我都不在乎。说得轻巧，我怎么相信你这些鬼话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凤芷楼，你现在和龙长子是夫妻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我掌握着月娘凤家庄，你也杀不了我。我只需要你证明自己不是武京圣女血脉，就一切迎刃而解。武京圣女从来不是血脉这么简单。验血没那么简单。为什么圣地要验血？为什么你娘的血会让我青春永驻？那是上天对武京圣女曾经贡献的恩赐，福泽到她的子孙。算了，我不听你给我讲这些大道理，我只需要你听我的，接受不接受我的条件。你有本事杀了鬼头陀，应该已经到武京圣女的战神体了吧？是又如何？凤芷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能平安活到18岁？是我爹和凤家庄的保护。哼，因为他们让你当了18年实实在在的废物，所以我在武京城从没在意过你。百越，这是一颗魔族丹药，专门克制长借午休之人的慧根。我要你再次变为废物，保证黎洛顺利当上龙后。
我自然会放了你娘。天下苍生，还是我志气，一定要牺牲一边，就没有两全的结局吗？你们看，谁回来了？姐姐，这是少城主。是我，月野，你的眼睛。城主有令，为保证迎亲大典顺利进行，重兵把守五经城。姐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答应你，但我要先见到我娘。你比你娘聪明多了，我喜欢和聪明人说话。来人，把月娘带上来。芷楼，娘，凤芷楼，别忘了，还有整个凤家庄的人命在我手上。即便你再厌恶曾经的族人，作为圣女后代，也不能看着无辜百姓惨死吧？芷楼，你别信他们。别吃啊，芷楼，芷楼！芷楼！芷楼，娘，娘，芷楼，娘，你没事就好。